钱楠呢？想找倩楠，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走。我告诉你，霍元甲，今天你跑不掉了。 钱楠在哪儿？霍元甲，别装死啊！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起来，快起来！ 外国人的走狗，臭小子，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，没用的。就算你是头熊，也摆脱不了你们这些汉奸，良心让狗吃啊！你等着，你等着，上！教训教训他就行了，想把他打死。霍元甲，没想到吧？啊，在天津，在静海，我斗不过你。可是这风水轮流转。 今天你落在我手里了，霍元甲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杀死你，你留着还有大用处呢。呸！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！好，大英雄，我要你这大英雄变成大狗熊。好。 开始吧。别出声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答应我不出声，我就放开你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不过你记住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吃这个药了。你是谁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是我托人从日本给你捎回来的，对你身体非常有好处。听话，把药吃了啊。来，我不吃。这药真的对你身体很有好处。来，吃了。我不吃。你要是真对我好，就放我走吧。不行，你必须先把药吃了。来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你放手啊！哎呀，倩楠，你哥哥，你看，我叫倩楠吃药，倩楠不吃啊。哥哥，龙海生他逼我吃药，我不想吃啊。倩楠，这药是表哥专门从日本给你买回来的，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了，快把药吃了。哥哥，他害死了爹，现在又想来害我。不许这样说表哥。哥哥，这药有毒啊！哎，你看倩楠，话不能这么说吧？啊，你是我没过门的妻子，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啊！我舍得害你吗？是啊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，听话，快把药吃了。我不吃，打死我也不吃。你，哎，真的，哎，算了，这又是何必呢？啊，你现在真的太不像话了。可怜呀，我的霍大侠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发了是不是很难受啊？啊，没错，霍大侠，要不要我们兄弟给你口烟抽啊，让你过过瘾呢？啊，姓霍的，只要你开口求我们，我们就给你烟抽。霍大侠，你求我们呢？求啊！怎么住手！霍元甲，在这里一定住的不习惯吧？啊，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好好考虑考虑还有你那口嗜好。的。霍元甲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还以为你是以前的霍元甲吗？你是个大洋鬼！动手啊！动手打我呀！打！哼，俄国大力士你都打败了，怎么不敢和我动手啊？霍元甲，哼，我会好好关照你的。啊！照顾好他。是。你站！现在这样，生不如死。
哎，刚出锅的热腾腾的包子，来吧！霍元甲，你终于醒了。想死是吗？可我偏偏不让你死。上一次我的手下对你照顾不周，请你多多见谅。这次你放心，我们会24个小时盯着你的，不要再耍什么花招了。来，看你身体虚弱，正好给你补充补充体力。霍元甲，过过瘾很容易，只要你开口求我，求我们呀！啊，好，求我，来，求我们，求我，快，快来求，不求可就没了，啊！快求我们，不求可就没了。对，哎，来，快点求，来。师伯，这里下面就是地道，那边就是关押师傅的牢房。我们不能再出错了。此反。
今天晚上再来吧。好啊，走。快点，快点！进来，没事吧？走啊！你们看，你们看呐！什么？上面刻了“冤家”2个字。你说这木片从哪儿来的呢？今天郑生挖断了水管。水管？那儿。就是这儿，可能就在那边。来。冤家，师傅，冤家，你有事吗？冤家，先离开这里，来，走。报告，发现了这个。你们这帮饭桶，霍元甲在哪里？啊！报告，又怎么了？发现个地道。地道！开步，快去追！是，快追！是。国大使馆闹了大半夜，好像是在找什么。我猜应该是他们把霍元甲给救走了。陈真他们可真不简单呐！竟然从俄国大使馆把霍元甲给救出来了。这回俄国人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。你这次做得很好啊，不过现在上边又有了新的命令，我们马上就要和俄国人开战了。真的？那是当然了。上级命令我们要广泛地收集俄国人的军事、政治情报。特别是俄国人驻东三省的军事情况，以保证帝国的全面胜利。明白。是怎么了？你不能出去，元甲，你快坐下呀！放开我！元甲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元甲，你不要出去啊！元甲，走开！走开！师傅，师傅怎么了？走开！师傅，师傅，快！师傅怎么了？天南，怎么回事？他跟我爹当初一样，我怀疑，可能是俄国人给他抽了鸦片。我去找俄国人，陈真，拦住他！让开！陈真，俄国人让师傅抽鸦片！你动得过人家的洋枪洋炮吗？我不管！你要是去了，就不是袁家的徒弟。你冷静点。好。元甲，你怎么了？元甲，我是王云，我是王云呐，你怎么了，元甲？你帮我一件。我怎么帮你？我受不了了，我要
鸦片，鸦片。我不能帮你，冤家，你要戒掉。你知不知道，冤家，你振作一点啊，冤家！让我死啊！给我！我不能给你，冤家。怎么可能一晚上戒掉烟瘾？你说什么呢，陈真？你是说那些烟鬼吧？师傅的功力是可以把那些烟瘾逼出来的。对啊，更重要的是，云姐还给师傅熬了戒烟瘾的药呢。我们不需要争论，你问一下赵姑娘就知道了。她爹当年是怎么戒烟的？我爹刚开始不知道那是鸦片啊，等知道了以后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出去走走。我是来看霍师傅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关你的事。我只是来看你师傅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今天来找我师傅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些药材和补品是给你师傅的，让我进去吧。我师傅不在，再说我们精武门也不欢迎你，你走吧。哎，秀芝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是来看霍师傅的。哦，那里边坐啊，我师傅他不在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晨晨，快。算了，振生，我还是明天再来吧。告辞。啊。什么？他刚才又回来一趟，把药材和补品留下了。那些东西在哪儿？在厨房呢，师娘在给师傅熬鹿茸汤呢。叫他不要弄，我马上找师傅。哎，师傅在休息，你别去打搅他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师傅说，我一定要见到师傅。陈真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在干什么？师傅，你病了？啊？你后面拿的什么？啊？拿来！你这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师傅，你不是已经戒烟，已经好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好什么？你们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师傅，霍元甲大英雄吗？变成大烟鬼了！抽啊！师傅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难道忘了我们以前一起烧鸦片、封烟馆？以前的霍元甲死了，以前打俄国大力士的霍元甲死了，以前为中国争光的霍元甲死了。你不是很喜欢说管规吗，大师兄？你跟这个人说，陈真，你给我住嘴！
让他接着说。我今天本来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说，现在我不说了，没劲。这半个月来，我们一帮兄弟没日没夜的挖地道，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。为了什么？哦，原来为了一个背着我们抽大烟的烟鬼。你记不记得那些外国人叫我们什么？啊？东亚病夫啊！你说我们开武馆是为了什么？你说我们打外国人是为了什么？你记不记得我陈真放弃报仇为了什么？为的就是你霍元甲能给我们中国人争口气，证明我们不是东亚病夫。你呢？你抽大烟，你说你对得起谁？你能不能对得起我们这些人？能不能对得起你爹？说，说！你哭什么？对不起，说！我对不起你们和爹，对不起师父，我不抽了，我霍元甲发誓，我再也不抽了，我再也不抽了。元甲，从小到大，你遇到什么困难，自己都能挺过去的。这一次那么多人关心你，你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能挺过去。帮助我吧。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不知道，先离开再说。陈真，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你想过吗？我想好了，我带你回精武门，我师父一定会接纳你的。但是我接纳不了我自己。为什么？如果我昨天一刀杀了你，我还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特工，你还是霍元甲的好徒弟。但是我下不了手。那一刻，好像有两个自己在作战，这叫分神相识，是修行忍术的第一大忌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还能不能做一个优秀的特工？我杀不了你，就是输了。你给我讲的这些东西，我以前
也有同样的感受。我面对霍元甲的时候，跟你现在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现在已经背叛了我的组织，成了我国家的敌人。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连武士的一分也没有了。什么叫武士的一分？武士的一分，即便再微小，也是他精神意志的所在。即便再微小，也不能舍弃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是很明白。我是中国人，你是日本人，我也不理解什么一分的东西。反正两个人在一起，活得愉快，活得幸福，我认为这个才最重要。其他的，所以我必须要一个完完全全的陈真，能和我离开这里。我不再是日本国的特工，你也不再是霍元甲的徒弟。我们回到你当年生活的那座大山上去，忘掉一切，逍遥一生。我们不再属于任何人，只属于彼此。你愿意吗？真的可以忘掉吗？2分26秒，12个人。有。你就是霍元甲？霍元甲不在，我是蔡大哥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就行。你是谁？我是伊藤，当年和霍师傅比武的宫本，是我妹妹的丈夫。哼，想不到精武门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哈哈哈哈哈！师伯，为了这块破匾，值得吗？告诉你，3天之后，如果霍元甲不来的话，我会铲除精武门。3日后5时，西郊永定河边，生死自负。元甲，元甲，你又难受了是吧？元甲，元甲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，元甲！元甲，元甲，元甲，不要这样！我求求你了，元甲，你不要这样！你要到哪里去啊？元甲，元甲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元甲，我不让你离开我！快给我！不给我，我就杀了你！你杀了我，我也不让你抽大烟！你打我！你打死我！打死我！
元甲，你今天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。而且我最近啊也越来越能吃了。不过就着水吃饼，觉得没什么滋味，有没有鸡汤喝？好，我这就给你炖汤去。好。元武大哥，你看元甲今天的气色是不是好多了？真的好多了。他刚才还说要喝汤呢，我这就给他炖汤去。好。坐。不要给霍家丢脸。霍元甲呢？我今天来，是替我弟弟出战。报个家门吧，我是静海密宗拳第6代掌门。敢问阁下，我要打的是霍元甲，不是你。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的来历，你不配。哼，配不配，只有打了才知道。果然是高手，可惜只是嘴上的。你的功夫比霍元甲的徒弟是要好多了，不过打败你，也只需要3招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你死了，霍元甲是否会为你报仇？好啊，3招之后，我再告诉你。中华武学博大精深，尔等匹夫怎能理解？怎么样？我说过3招就可以打败你，现在你服了吗？我在东北曾经打死了60多个武林高手，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，倒还真不如你。你们中国人就是这样，对自己的东西参悟不透，就敢拿出来吓唬别人。你不是说中华武学博大精深吗？拿出来呀！你还有脚？28路弹腿你会不会？少林的罗汉腿你会不会？你还配谈中华武学？我突然间又改变主意了，因为在我看来，霍元甲可能根本不值得我去打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认输，承认你们中华的武学不如我们大日本的武术，我就饶你一命。
如果我们两个真的只是比武，我会认输的。这是战斗，我和你，中国和日本，我可以被杀死，霍元甲也可能被你杀死，但你永远赢不了，因为你赢不了中国。可是我们已经赢了，台湾已经归属我们大日本的版图，接下来是东北，然后是山东，总有一天，你们这帮中国人，迟早会变成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你们是亡国奴，你们只能做我们的奴隶。是希望上，你欠下的血债，总有一天会让你加倍偿还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死的时候还算是个英雄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去死吧，等你来世再来跟我谈武学。我给皇上丢脸了，我给中国人丢脸了。让元甲养好身体，再来报这个仇。师傅，这是国仇，师傅一定要。师傅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的头发不感兴趣。师傅，我们走。师傅。你去哪儿了？哎，师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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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师兄，哼！真真，你过来。师伯怎么死的？啊？师伯是被一个叫伊藤的日本武士打死的。当年的那个宫本就是他的妹夫。伊藤。叫伊藤出来！醉鬼先生，你来我的道馆是想请我喝酒的吗？你想喝酒啊？下一坛酒，我会在你坟前喝。呀！你这辈子不会有太大的出息，还是找到你的女人，私奔去吧。伊藤，伊藤，宣召吧。苍木之子听命。女子特工乃帝国征服亚细亚、扫荡太平洋之特殊兵器，兵者如刀锋，须经开刃磨砺，实有封侯之效。故特工女子当以18为期，由直属负责之成年男性负责破瓜开刃之事。此乃天皇一次之宠幸殊荣，违逆者以叛国者论处。我今年到底多大？这不重要，请开始吧。请收起你的眼泪。
师傅。冤家，大哥他，师傅，日本武士伊藤向您挑战，师伯看您尚在戒烟，便天津出战，结果您当年在天津打败的那个日本浪人宫本，就是这个人的妹夫。冤家，大哥的仇不能不报，可是你现在却无异于送死啊！还是先想想大哥的后事吧。我叫王子斌，可是每个人都叫我大刀王。眼前这个一刀一只白皮猪的男人，正是名震京城的战力天花板大刀王五。这天他正准备到城外散心，路上竟碰见洋人在欺压京城百姓，想要强行拆除纪念林则徐的牌楼。此时的霍元甲正联合武林各界英豪与洋人展开生死对决。身为霍元甲的师傅，王五又岂能置身事外？他身骑宝马，手举大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加入战场。洋人还来不及举枪，就已经命丧当场。可尽管他们武功再高，人数与火力上都不占优，再这样下去只会全军覆没。于是王五大声说道：元甲，你去救人，我去杀敌。情况紧急，霍元甲也只好带着伤员先行撤离，而王五则留下来断后。论近战，现场无一人是他的对手，但洋枪的射程足以让无数英雄止步于此。刀好万生用，世上那么多不公平的事，我能披荆。此时王五本可以选择逃走，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目光如炬，高举大刀，奋不顾身冲向洋人，用生命捍卫着国人最后的尊严。一声怒吼过后，王五坦然奔赴黄泉路。尽管子弹能让身体千疮百孔，但先辈的精神依旧坚不可摧。谈公国将不国，王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也没有向洋人低头半分，实在让人钦佩。王五的一生无妻儿牵挂，只有一匹老马相伴。他曾希望通过辅佐谭嗣同变法维新，让民族在沉睡中觉醒，可终究天不遂人愿。唯一让他感到骄傲的，恐怕只有霍元甲这个徒弟了。可就是这样一位英雄，死后还不得安息。丧尽天良的洋人竟把他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，想以此震慑当地百姓，别做无谓的抵抗。霍元甲见状眼泛泪光，势必要让洋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叫霍元甲。于是就在当晚，霍元甲与徒弟几人联手，暗中在洋人酒里下药，很快他们便不省人事。此时领头的队长正在花天酒地，突然察觉门外鸦雀无声，决定前往一探究竟。岂料正好撞见来夺取王五头颅的霍元甲。野蛮的武力是对付不了文明的子弹的。霍元甲没有跟他废话，反手一刀就送走了他。而此举也彻底激怒了洋人，他们不仅联合八国，迫使朝廷封掉所有武馆，还私下派人在霍家武馆周围纵火。霍元甲不肯就此屈服，把武馆修缮后更名为精武门，重新开张。岂料武馆刚开业没几天，大哥霍元武突然找上门，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原来他们的父亲霍恩帝前不久刚刚与世长辞，他生前一直坚守祖训，希望后人能把霍家拳发扬光大。而霍元甲标新立异创立精武门，这无疑是愧对列祖列宗。3天之后，你要是不砸了精武门的招牌的话，我绝不放过你！看着父亲的灵位，霍元甲回想起与父亲的点点滴滴，相信他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见他们兄弟反目。于是隔天，霍元甲来到大哥的住处，想恳求他理解自己的苦衷。可就算霍元甲跪在地上，最终换来的只有一封冰冷的战书。很快来到约定日子，双方各执己见，拳脚相向。霍元甲如今已习得百家武学精髓，大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眼看霍元甲处处留守，霍元武也不再纠缠，把霍家拳谱甩给霍元甲，就准备离开。突然一封信从拳谱中滑落，原来霍恩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理解了霍元甲的武学思想，并留下了这封遗书，希望后人能破除门户之见，让更多的国人研习霍家拳。霍元武看着父亲的绝笔信，也总算释然了，决定辅佐霍元甲，将霍家拳和中华武术发扬光大。不曾想就在这天，一个小日子来到精武门踢馆，此人身手不凡，3两下便解决了一众弟子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欢迎留下您的看法，我们下集接着看。3天之后，如果霍元甲不来的话，我会铲除精武门。眼前这个黄毛可不简单，用时不过2分半钟，便轻松击败了精武门一众弟子。
此人正是岛国第一高手伊藤，他的妹夫宫本一郎曾是霍元甲的手下败将，而他这次踢馆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。霍元武见状，立马上前迎战，不曾想伊藤竟以牌匾作为武器，高举过头旋转2周半后，径直推向了霍元武。想不到精武门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两人僵持片刻后，伊藤再次抬手发力，将霍元武震退数米。为了这块破匾，值得吗？伊藤扔下牌匾，并放出狠话：3天之后，如果霍元甲不来的话，我会铲除精武门。随后他撇下战书扬长而去。然而霍元甲前不久因收到假冒女友笔记的书信，来到一处偏僻的树林，岂料一切都是龙海生的阴谋。他暗中设下埋伏，想抓住霍元甲，可霍元甲功力深厚，众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关键时刻，霍元甲被真理硬控，龙海生则趁其不备将其打晕，把他送进了俄国人的地牢。为了彻底毁掉霍元甲，龙海生还强行给他注射鸦片，哪怕最终霍元甲被徒弟们救出，也不幸染上了毒瘾。伊藤前来踢馆时，霍元甲刚戒除毒瘾不久，身体并未完全恢复，因此霍元武打算代替弟弟迎战伊藤。一旁的刘振生想要阻止他，若当年不是太极高手冯师傅以生命为代价让宫本暴露了必杀技，霍元甲估计很难战胜宫本。而伊藤的武功明显在宫本之上，这无疑就是去送人头。霍元武思索再三，还是决定把霍家的希望托付给霍元甲。他临走时谎称自己是要外出探望朋友。元甲，记得要把霍家拳发扬光大，不要给霍家丢脸。很快便来到约定日子，伊藤早已恭候多时，见对手不是霍元甲，眼中满是轻蔑与不屑。霍元武使出密宗拳攻向伊藤，可对方就像开了柜一样神出鬼没，根本无法伤其半分。你的功夫比霍元甲的徒弟是要好多了，不过打败你也只需要3招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你死了，霍元甲是否会为你报仇？随后两人开始第2轮对决，伊藤的腿法极其凶悍凌厉，双方交手数招后，霍元武明显处于下风。他调整身姿后再次发起进攻，岂料出拳时被伊藤稳稳接下，手脚并用后依旧无法挣脱束缚。中华武学博大精深，尔等匹夫怎能理解？随即两人腾空而起，旋转2周半，落地时伊藤抢占先机，挫伤霍元武的手腕，将其抛出10米开外。完事还不忘对其羞辱一番。霍元武一怒之下拔出大刀劈向伊藤，岂料转眼就被对方硬生生废掉胳膊。伊藤一脚将其踹倒在地。你不是说中华武学博大精深吗？你还有脚？28路弹腿你会不会？你还配谈中华武学？此时的霍元武已是风中残烛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反抗，却仍旧无济于事。伊藤拉住霍元武的辫子，表示他如果愿意认输，承认中华武术不如岛国，就放了他。霍元武为了民族尊严宁死不屈，最后被伊藤扯下头皮残忍杀害。等刘振生几人赶到时，已然无力回天。临终时，霍元武告诉几人，让霍元甲养好身体，为他报仇，也是为国人争一口气。陈真回到精武门后，得知师伯被小日子杀害，愤怒至极，转身单枪匹马前往日本道馆找伊藤算账。岛国杂碎见有人踢馆一拥而上，却无一人是陈真的对手，转眼便横七竖八倒地不起。那么陈真能否打败伊藤，替霍元武报仇呢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你来我的道馆是想请我喝酒的吗？你想喝酒啊？下一坛酒我会在你坟前喝。这个男人有个特殊的癖好，家中衣柜挂满的不是衣服，而是手下败将的辫子，上面竟然还有霍元甲的名字。此人正是岛国第一高手伊藤。原来就在前不久，霍元甲的哥哥霍元武代表精武门与伊藤展开生死对决，可伊藤真正的目标是霍元甲，霍元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还配谈中华武学？他以生命威胁霍元武，让其承认中华武学不如岛国。霍元武铮铮铁骨，宁死不屈，绝不向这些侵略者们低头，最终惨死在伊藤手下。他的辫子也因此被挂在了那个本该属于霍元甲的位置上。陈真得知大师伯的死讯，愤怒至极，决定孤身一人前往日本道馆找伊藤索命，叫伊藤出来。小日子见有人踢馆，便一拥而上。陈真不费吹灰之力，3下5除2就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。你来我的道馆是想请我喝酒的吗？你想喝酒啊？下一坛酒我会在你坟前喝。话音刚落，陈真就对伊藤发起进攻。尽管他骨骼惊奇，天赋异禀，但此时他的武功仍未达巅峰之境，很快就被伊藤一脚送出门外。完事还不忘羞辱他一番。你这辈子不会太大的出息，还是找到你的女人私奔去吧。伊藤说的女人正是东洋特务王秀芝，两人因长期相处早已两情相悦，得知上级要暗杀霍元甲和陈真，冒着生命危险将两人救出。而此事很快被组织头子王希文察觉，决定对其强行实施开包惩罚，若有不从就以叛国罪论处。王秀芝害怕再也见不到陈真，只好选择服从。可私奔当天他犹豫了，害怕现在的自己配不上陈真，最终他们错过了约定时间。不久后，霍元甲终于成功戒除毒瘾，他看着哥哥的灵位悲痛不已。得知事情原委后，他当即就要找伊藤报仇，幸好女友赵倩楠拦下了他。元甲，大哥的仇不能不报，
可是你现在去，无异于送死啊！此时的王希文正密谋着如何才能彻底挫败中国人的志气，于是他对伊藤下达命令，让他参加上海万国比武大会，在擂台上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打败霍元甲，想要彻底击垮我们民族的希望，从而实现他们逐步侵略我国的目的。不曾想，霍元甲对大哥的死无法释怀，他跟陈真一样独自去找伊藤报仇，没想到对方早有防备，安排武馆4大高手迎战。我家主人交代，让我们4位先招待霍先生。几人拔出武士刀，对霍元甲群起而攻。霍元甲轻松躲开后，顺势控制一人的手腕，把众人的攻击尽数格挡。随后夺走武士刀，使出南派流花剑法迎战。几人虽是岛国1等1的高手，可终究不是霍元甲的对手。你竟然用南派流花剑法来迎战我东瀛武士刀，倒颇有我剑道的韵味。我不是来说剑术的，我是来报仇的。霍元甲手起刀落劈向伊藤，可对方竟使出一招空手接白刃，然后一脚踹飞了霍元甲。就算你没有抽过大烟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伊藤十分嚣张，拿出了霍元武的辫子耀武扬威。霍元甲见状难掩心中愤怒，上前哐哐就是2拳。没想到伊藤根本不在意，还满脸不屑羞辱霍元甲。你出手的力道就像个娘们儿，你现在就是个东亚病夫。随后他2拳便将霍元甲打倒在地，接着从天而降重拳出击，若拳头落在霍元甲的脑袋上，那么今日就是大结局了。可他没有当场杀了霍元甲。到了万国比武大会上，我再当着众多中国人的面，再慢慢的折磨你。霍元甲回到精武门后，并没有一蹶不振，为了给国人争一口气，同时也是为死去的大哥报仇，他潜心修炼迷踪拳，势必要打败伊藤一雪前耻。不久后，霍元甲协同徒弟们来到上海，为参加万国比武大会做准备。他在挚友农敬孙的提议下，决定效仿奥林匹克精神，把精武门更名为精武体育会。那么他最终能否打败伊藤，替哥哥报仇呢？欢迎留下您的看法，我们下集接着看。你给我离开精武门！你相信他，不相信我？好，我走。陈真深夜跟随可疑人影来到女丫鬟的闺房，可下一秒，陈真，你干什么？而这一幕恰好被闻声而来的霍元甲看见。面对丫鬟的诬陷，陈真百口莫辩。为了平息众怒，霍元甲只好对陈真家法侍候。陈真宁死不从，转身离开了精武会。不曾想，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老头所为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身为东洋特务头子的王希文，想要利用伊藤在万国比武大会上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打败霍元甲，从而挫败我们中国人的志气。于是他旁敲侧击，怂恿霍元甲参加比赛，更是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予霍元甲赞助。此时的霍元甲并不知晓王希文的真实身份，还认为他是一个老好人。可陈真不一样，他早在爱人王秀芝的口中得知了2人的真实身份。陈真担心王秀芝会因此受罪，并没有第一时间拆穿王希文。但如今他3番4次到访精武会，引起了陈真的怀疑。于是他警告王希文不要打霍元甲的主意，否则他就要上大号了。王希文哪受过这种气，他以商讨万国比武大会为由，把武林各界名人都约到了精武会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师徒俩难堪。现场这一老一少，明显就是王希文安插在精武会的卧底。陈真生性率直，自然不懂人情世故，当然斗不过王希文这个老油条。眼看计谋得逞，王希文哼着小曲便离开了精武门。岂料陈真早就紧随其后，没想到王希文阴险狡诈之余，武功也是深藏不露，与陈真交手数回合丝毫不落下风。可下一秒他就开始认怂，陈真杀人了，救命啊！原来他知道霍元甲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想给陈真再补上一刀。他故作可怜地躲在霍元甲身后。霍元甲见状，对陈真彻底失望。你给我离开精武门！你相信他，不相信我？好，我走。霍元甲并没有挽留陈真，因为他始终相信陈真会回来的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别将是永远。回到精武会后，赵倩楠认为事有蹊跷，希望霍元甲能提防王希文。2人因意见不合吵了一架。次日，他便收拾包袱离开了精武会。岂料半路被龙海生的人绑架。正当他要被龙海生凌辱时，王希文及时出面阻止。他要利用赵倩楠来扰乱霍元甲的比武。与此同时，离开了精武门的陈真找到了心上人王秀芝，打算与他一起私奔。王秀芝知道背叛组织的下场，不希望连累陈真，于是拿出一把刀假装威胁陈真：你不要我了，师父也不要我了，我活在这个世上也没什么用，来吧。陈真顺势把刀刺入自己的身体。王秀芝见状心疼坏了，带着陈真来到一处茅屋养伤。2人像一对恋人一样度过了几日短暂且美好的时光。可这天他们在门外散步时，王秀芝以拿水为由回到茅屋，片刻后竟燃起熊熊大火。陈真以为王秀芝已死，顿时心灰意冷，从此走上了强者之路。不久后，万国比武大赛正式开始。本届最有实力的选手有3位，他们分别是来自英国的科技哥鲁尼，还有来自于岛国的伊藤，最后是来自于我国的霍元甲。经过第1轮的角逐，以上3人顺利晋级，比赛的冠军也将从3人中诞生。那么霍元甲是否能打败2人，为国人争一口气呢？欢迎留下您的看法，我们下集接着看。我就觉得你有问题，
我这个是可训的力量。武石，我听说你也打过这个，不是吗？我要好好教训你。